我叫农存玉，我实名举报广西百色市祈福高中唐玉文老师，在17至20年间，对未满16岁的17级10班傅月华同学长期进行性侵、性骚扰，长期 PUA 女学生，造成师生恋假象，残害青少年健康成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小薇说案。2025年12月15日，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的一声法锤，伪装跨越数年的悲剧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高中教师唐玉文因强奸、强制猥亵学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这个判决的背后，是一个天才少女从全县第一到抑郁自杀的生命轨迹，更是一场关于师德、法治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沉重思考。今天我们就来完整梳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探寻悲剧背后的真相与警示。这个被命运无情碾碎的女孩名叫福同学，在她人生的前半段，优秀是她最鲜明的标签。2017年，她以全县9科全 A 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祈福高中，成为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同学心中的学习榜样，更是整个家庭的希望。所有人都坚信这个聪慧的姑娘未来必将拥有无限可能，可谁也没能预料到，这场充满憧憬的高中生活会成为她噩梦的开端。从2018年开始，福同学的性格悄然发生变化，原本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出现了抑郁症状，手臂上的自残伤痕越来越多。2020年高考前一天，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撕烂准考证，放弃了准备多年的考试。家人不甘心，劝她复读，她咬着牙坚持了1年，终于考上重点大学，可阴霾始终未曾散去。2023年，因抑郁症反复发作，她不得不办理退学手续，回到家人身边休养。2025年1月18日凌晨，广西南宁的一间出租屋内，福同学以烧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23岁的生命。直到母亲梁女士在整理女儿遗物时，一本泛黄的日记和数十条微信聊天记录才揭开了她多年抑郁的根源。就是看到那个她写的日记，跟老师怎么样，老师对她怎么样，像有变态的那种性侵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我们竟然都不知道。日记里清晰记载着2019年9月至11月刚上高一时的遭遇。班主任唐玉文多次以补课为名，将他单独留在办公室，关灯后实施性侵。感觉很脏，不敢告诉任何人，活着好难。字里行间的绝望，让家人才明白，这个一直强撑的女孩背负了怎样沉重的黑暗。在案件曝光初期，很多人都难以相信唐玉文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因为在学校和同事眼中，他是优秀教师的代名词。行使教育惩戒权的时候必须始终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愿望出发，从引导孩子知错、认错、改错。中学物理1级教师，曾任2017级年级主任，多次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甚至在2021年还得到了百色市教育局的官方嘉奖。这份光鲜亮丽的履历成了他掩盖罪恶的完美伪装。作为班主任，唐玉文掌握着学生的学业评价、座位安排、评优评先等关键权利，而刚入学的福同学对老师天然充满敬畏与信任。他正是利用这种师生间天然的权力不对等，以谈心、补课为借口，一步步突破福同学的心理防线。据福同学的高中合租室友回忆，高3时，唐玉文曾以担心安全为由，深夜敲开他们的房门，进入福同学房间后反锁房门。当时的细节，如今想来令人不寒而栗。才开学不久，就快接近11点的时候，他敲门了。然后他说的是2个女生搬到离宿舍这么远的地方，2个人自己住，会不会不太安全之类的，他就想过来看一下，他就进了房门。那时候把门关上了，我就听到了反锁的声音。更令人痛心的是，悲剧本有机会被提前阻止。福同学的母亲在女儿高2时就曾接到学校通知说孩子脾气不好，当他察觉女儿情绪异常并当面质问唐玉文时，对方却矢口否认
还反过来指责孩子心思太重。2023年，福同学曾在高中班级群中隐晦揭露唐玉文的行为，可唐玉文第一时间解散了班级群，将真相再次死死掩盖。他在微信中曾对福同学说：“你得听我的话，后果你知道的。”这种看似温和的威胁，正是利用优势地位实施精神操控的典型表现。高2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就自己用这个刀片割自己的手了，然后学校就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怎么有这种情绪，有这种自残现象。看到他的日记，我才体会到他的这几年来心里面压抑的事情原来是那么严重。结合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我们以时间轴的形式清晰梳理这起案件中交织着侵害与痛苦的关键节点。2019年9月至11月，在短短3个月内，时任班主任的唐玉文利用职务便利，对班上17岁本就患有抑郁症的福同学实施了2次强奸和1次强制猥亵。此时，教师的神圣外衣下包裹着的是最不堪的兽性。2020年6月，福同学高中毕业，我们无法想象他是以何种破碎的心境走出这所带给他无尽创伤的校园。2021年9月，经历了1年的复读，福同学凭借自身的顽强努力考上一所大学。这束微光曾是他和家人重新燃起的希望。2023年9月，受性侵创伤引发的抑郁症持续加重，福同学不得不从大学退学，梦想的翅膀再次被沉重的现实折断。2025年1月，福同学因抑郁症发作，在家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司法鉴定明确指出，唐玉文的性侵行为虽未被认定为直接导致福同学自杀的唯一原因，但对其抑郁症病情的加重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显著负面影响。那些罪恶的瞬间，如同毒刺深深扎入女孩的生命，持续释放毒性，最终成为压垮她的沉重砝码之一。2025年12月15日，唐玉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这份判决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公正裁决。其量刑逻辑主要基于3个核心层面。首先是身份从严，唐玉文并非普通施暴者，他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班主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应当从重处罚。这种身份本应是保护学生的屏障，却被他用作犯罪工具，必须依法严惩。其次是情节恶劣，依据2023年6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强奸的，即可认定为情节恶劣，应适用更重刑罚。唐玉文在短期内2次强奸、1次猥亵的行为，完全符合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最后是后果严重，法院在判决书中用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3个重磅表述定性此案。虽然性侵行为与死亡后果被认定为间接因果关系，但福同学最终的人生悲剧无疑让整个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成为量刑的关键考量。此外，判决中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这一内容，正是2023年两高司法解释精神的体现，相当于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防火墙，从制度上杜绝唐玉文再次利用职业便利作案的可能，彰显了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底线思维。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想象福同学写下那些日记时的绝望。一个16岁的女孩，把所有恐惧和屈辱藏在本子里，身边明明有老师、有同学、有家人，却像被困在孤岛。案件判了18年，可那个能考全县第1的姑娘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忍不住想问，要是学校能早一点察觉她的异常，要是有人在她隐晦求助时能拉她一把，这场悲剧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这些年，我们总说要保护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一条比一条严，
可我总在想，那些印在纸上的法律条文，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要护着每个孩子不被伤害的铠甲。这副铠甲能不能真正起效，不是靠法官一个人，而是靠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学校的老师，家里的父母，甚至是路过的陌生人。可能屏幕前有不少老师朋友，我想跟你们说，你们手里攥着的不只是教案，更是几十个孩子的信任。有家长在看的话，不妨今天就和孩子说一句，不管发生什么，爸妈都在，不用怕。这句话或许就是孩子对抗黑暗的底气。还有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别再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老师不会错。当听到孩子说不舒服、害怕，哪怕只是一句含糊的抱怨，也请多问一问，多上心一点。校园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班主任关办公室门时的警惕里，藏在家长睡前的一句谈心话里，藏在我们愿意为孩子多管闲事的勇气里。我们总希望孩子能在阳光下长大，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做那盏灯，别让任何一个孩子独自在黑暗里发抖。最后，想跟福同学说一句，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正义虽迟，但到。也想跟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义，麻烦转发给身边的家长和老师。愿福同学的悲剧能成为最后一次警醒，愿每个孩子的校园记忆里只有书本和欢笑，没有恐惧和伤害。感谢你的观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